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欧洲太空总署啊，他们最近在10月6号这一天拍摄的 Sentinel-2卫星影像，发现说呢，解放军海军的主力2栖登陆舰，包括071、075、076，同时出现在上海长江入海口这一带。那其中啊，这个071型的登陆舰呢，它的排水量，这边资讯提供给大家。是25000吨，属于解放军2栖作战的中间战力。而075呢，是被称为中国版的小型航母，可以搭载28架直升机、60辆装甲战斗车，还有800名的陆战队员。076型的四川舰呢，是采用电磁弹射可以起降舰载机。而在距离这个上海435公里的浙江玉环海军基地呢，另外又发现了有3艘水桥级的登陆运输驳船，船首呢，它设置有一个可以延伸大约120公尺的活动甲板坡道，能够让坦克跟卡车直接就开到沿岸的公路。所以想问靖哥的是，这个卫星拍是大陆方面是故意被拍到，还是他不在乎被拍到，对，他不在乎被，但对他能躲到哪儿？潜到水里吗？他不行。这样的集结，您觉得哈？您怎么看？是在做演训呢，还是要测试什么样项目？各位，这是正常的军事部署。我们必须要提醒，上海市随着经济繁荣发展，每一个人都在觊觎那个整个黄浦江边。黄浦江边啊 ，waterfront 水际啊，滩头是这个将来盖房子啊，去炒房地产以及都市开发啊，每个人都会流口水的。解放军原来啊，所有的这个登陆舰艇停在哪里？停在复兴岛，还停在虬江码头。虬江码头就在那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造船厂。现在一个被逼离在那边，所以他跑到浦东啊，在那边那个什么桥镇啊旁边。在那个地方重新盖一个基地，另外呢，再跑到台州市南方的玉环县那个，就是大家讲的那个乐清湾，再盖另外一个基地。为什么呢？是第一，未来那个地方要建一个铁道。那同样还有一个铁道的快线在浦东那个机场旁边，也就是说，原来在虬江码头以及复兴岛那边将登陆部队战甲车运来可能还比较不方便。他现在重新建一个基地，然后呢还有铁道可以专门过。将来这个就是登陆部队从驻地直接到那边，比现在状况更好。而原来那个地释出去，哇，那个房地产那个价钱可高了。各位不要这个忘记，基地是被迫迁移因为说房地产的关系。对嘛？因为那个对不起，那个上海市委那个上海市工作委员会天天看着解放军，你今天占了这么好的码头，是眼中钉嘛？你不要讲别的，这个江南那个制造局还有中华船厂那些都被逼到那个长青岛去了，对不对？都从黄浦江畔慢慢都离开。你去看看武汉市武昌船厂现在搬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跟你讲，随着都市发展。这些工业设施慢慢都要让步，军中的这个基地要漫步。我只是在看那个龙华码头什么时候大家可以我觉得这个上海市迟早有一天会把那个解放军从那个就黄浦江口那个龙华码头也要迟早攀移的。对呀，对，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是正常的军事部署，不要想太多。所以因为我们提到像是071、075、076他们都算是比较新型的这个解放军的主力战舰你怎么看他们的整体综合战力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了解，这个所有之中有很多东西都还要去磨合的。最近这个喜欢炒的就是那个3个水桥旗那个驳船。那个上面批的是这个就是就是东海的工程的船舶。那它靠在那边呢，只是前段日子它在那个南天岛这个就是大沙村那个金沙海岸1号那个泊地那个叫苍鸟湾吧，是那个地方去这个试登过。试登完的时候拉回去的时候，靠的最近的一个基地就是在玉环对不对？所以就在乐清湾那边，然后靠泊。所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选择。你在那个地方试登完，然后拉回去，你总是要有个地方停嘛。但是问题是，那个只能做来支援做2栖后续梯队的行政登陆，但是对于2栖投射，那个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你现在想到，我们不要说是风就是雨，看到中国大陆这个有那个什么这个渡海的明珠这个驳船这些这个什么工程船征用。这是一天到晚做了20-30年的事情是只是我们这个叫做西方媒体最近突然一下非常热衷在报道，这可能是因为比较像我们听到的一句话“惊弓之鸟”我觉得
这个草木皆兵啊，风声鹤唳啊，对不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但是我们台湾乡亲啊，鼓噪跑。不，这鼓噪草啊，日子过得好得很，对不对？那《华尔街日报》那还吓了我们半天，我们也没理。我们对于两岸的情势，以及中国大陆北京仍然要追求和平统一其实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啊。您提到台湾其实才刚过10月10号国庆的这一天，这个赖清德总统在演说的时候呢，大家就认真听他讲。他特别提到的一个事情，他宣布呢，在未来要发展一个叫做台湾铁穹的防空系统，而且强调说，这个系统呢将会整合包括台湾比如说自己制造的还有呢外购的设备，结合在一起呢，运用智慧科技来进行全面系统整合。不过华府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有一位资深研究员叫林和利，他就警告，他提出警告是说呢，根据他2度访台的印象他认为，他也预测呢，中国大陆只要出动4到5艘潜舰，就能够对台湾发动海上封锁。那另一方面呢，《华尔街日报》也示警说，根据 CSIS 的兵棋推演，认为呢，在被封锁的情况之下，台湾这边的液化天然气的供应支撑的时间不到2个礼拜，煤炭供应也只最多能够撑7周。另外，台湾30%的液化天然气多半都是依赖卡达进口那所以呢，又是另外一个中方可以施压的弱点说到了兵推这个我要请教一下兵推专家我们的黄老师，台湾铁穹听的就是大家会联想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这个应该是针对防空比较多但是因为刚刚又讲到前舰那水面上水下的怎么防？这个。张老师也有讲嘛，我们现在都把这种所谓铁穹，或者是川普讲的这个Golden Dome 就是要当做金钟罩对不对？铁布衫，盾比矛贵，盾要防比矛要攻要难，这2个因素加一起。今天我们不是专门在谈赖总统这个在国庆演说中间的突然讲的这一段，也不管说今年年底国防部要不要编特别预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国军应该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就是你要把所有东西做整合，才有可能有那个洞，就是所谓穹的概念。这个包括人力科技，除非我们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我觉得太难。对，我画了一个超大粉红色的大饼，然后跟大家讲说这个颜色多美这个是我就讲到这里。至于林和利我跟他认识快35年了，他以前在远东经济评论就常写文章，我跟他开会也开很多次，最近10年都没见面。他讲的那些都是到台湾来有交流的30岁的年轻学者也都听到一样的资讯。那他为什么会说这个他有参加兵棋推演？假设他有参加兵推，而不是看兵推报告。他假设他有参与，4、5艘潜舰就可以封锁台湾的能源进口。其实不需要潜舰中国海警就可以，所以我就看不太下去，就是说后面我不知道如何评他的想法因为他用封锁这个字，封锁在国际法上面是战争行为，这是第一。第二，封锁4、5艘，封锁我听到第一件我去想的就你要封多久？封哪一块？封锁很难。全面封锁是嘴巴吓人，局部封锁都很难维持。所以这个时候再度丢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是这个叫做显学就每个人来台湾讲的东西都一样只要跟台海有关，能源有危机，你要花什么钱？
这些天天嚷嚷讲封锁，你问他啊，这个就是1994年 San Remo 海战法手册有关封锁的专章是第几条到第几条，他都不知道，那是第93条到104条，每一个法律之中啊。非常，我要这个呼应啊，这个黄老师所讲的，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且呢，去讲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人把那个法条好好看过，所以要先看法条，对，也没当过海军，是，所以你才讲了3次啊，很难哦，这个真的很难。不过这个面对这个解放军水下的战力，确实呢，大家也不敢掉以轻心啊，这个威胁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如果真的中国大陆的潜舰出动，那么美国潜舰部队这个总共算了一下，大概拥有70艘左右的核潜舰其中60%是全面部署在印太地区，而第25艘最新型的就是他们的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舰，叫马赛诸塞号。那10月8号呢，也已经完成了首次的海试。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呢，如果未来美中真的对垒的话，美军会利用潜舰试图的把中方的船舰封锁在台湾海峡，阻止大陆包围台湾。另外呢，还可以对大陆的陆地目标发射飞弹，而且封锁南部航道来切断中方的补给啊。但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文佳老师讲都这样讲，威吓也许有效啦，但是真的会发生实际冲突吗？这从2个层面来讲其实你说这个。我想这个张健大哥也清楚吧。其实你说要比数量，其实潜舰不是在比数量，它比什么？它的潜伏，对不对？续航、生存，还有补给，还有反潜的对抗跟情报掌握这几个面向那当然，现在美军呢，在这个印太战略部署的这个比例它60%嘛。那的确对中国呢是提供了这个一个战略优势跟一个威慑能力我觉得威慑是比较大的那此外呢？我觉得在一个评估看来呢，当然他如果在前沿部署，那自然他的威慑效果就会有嘛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这样部署可以让美国呢怎么样更接近战场因为他设想说想定因为我们看他每次的想定都是讲说，如果一旦台海有事，他如何很快的从这个从第3、第2到第1岛链，那如果他很快的就把这个部署在横须贺港等等这些或是关岛，这样看起来呢，在整个一个如果部署的话，会让它更接近战场然后缩短它的反应时间跟它的它这个巡航的一个距离嘛那当然就会有利于封锁，跟你刚讲封锁，还有侦察以后它打击能力那当然了，这个它的潜舰的一个突防跟生存能力其实也是关键还有，但是别忘记了，就是说美国呢，其实它现在呢。很多部分，他把这个经费已经受到一点排挤因为当他发展经济的时候，其实干港他对他的军力的发展确实不如中国，因为毕竟中国是反正国家政策嘛，政府会补贴嘛，他原就考虑到这个中国战略需要，但是美国却不是如此尤其现在川普现在是要搞什么经贸搞什么这个产能等等些或是 IT 等等 AI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看有这个消长的一些问题那当然啦，所以在这个美国的潜舰工业里面呢，我们知道讲一个后勤的一个补给那当然它有包括了维修包括它的这个轮换跟这个后勤资源。但是我看它现在这个工业其实不如这个中国，看起来是不如中国。现在虽然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也不要忽略中国，它现在这个像这样子，不管是这个水上水面下的这个潜艇或是这个潜舰像下水饺似的下水饺似的。那这也是美国呢，它如何去新陈代谢或是有效的能够去替补，也是非常之重要。不然你只有靠这个遏制其实最后呢，就或许会变成纸老虎纸老虎没有办法真正的发挥它的战力跟它的威慑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就算你部署了60%的最新型的潜舰在印太地区，可是你得先想的是动手之后的代价。其实不管是对美国如此，对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